大家好，宠粉的仪态又来了。要说仪态最佩服谁，那还得数火花四射的芒果台。以家人之名的浪还没退，就又趁热打铁出了档热点十足的《亲爱的自己》。在刘诗诗、朱一龙高甜吻戏的预告噱头下，仪态也是一集不落的追到了现在。一般来说，这种爱情剧都是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男女主角才会走到一起的。可《亲爱的自己》不同，第一集刚开始，朱一龙就要向交往多年的刘诗诗求婚，这未免也太快了些。果然啊，心急吃不了热豆腐，直接被拒。朱一龙饰演的角色还是稍微理智一点的，即使是被拒也没有生气，还说我在抽另外一个时间。对方自然是非常感恩的。接下来重头戏来了，刘诗诗就直接吻上了朱一龙，而且这一吻可是长达19秒的，真是没眼看。秀恩爱有什么用？像仪态这样搞事业不好吗？这不，亲密过后，数据来啦！谭松韵、宋一龙、张新成主演的《以家人之名》大结局平均收视率 1.189， 刘诗诗、朱一龙主演的《亲爱的自己》接档后1到8集收视率只有 0.593。仪态记得之前看这部剧的网评都挺不错的，收视率就这么差，这是怎么回事呢？为此我专门去翻了翻其他平台的评价，惊奇地发现刘诗诗的演技居然成为这部剧最大的问题，大多都是她演得好做作，肝癌都要犯了之类的。我也只能说大概是期望太高，所以失望就越大吧。剧中饰演职场女强人李思雨的刘诗诗在和公司老总的交谈中摇头晃脑，动作幅度略大，网上有不少声音吐槽，这哪是职场达人啊，简直就是新人强装老成，演技明显不过关。不过仪态感觉这些都还算是能入眼的，毕竟职场角色如何演绎也都是因人而异。但下面这些撒娇画面才是让大家抓住画饼的重点。因为工作没接男友陈一鸣的电话，所以李思雨上了车后各种撒娇卖萌，但这表情哪里看得出丝毫的爱意啊？撒娇模式再升级，刘诗诗的这个靠肩设计很想女人，但身体僵硬极其不自然。紧接着就到了眼睛的戏，瞅着每秒3次的眨眼频率，确定是撒娇？下面这一组面部表情更是犯了女演员演技油腻的所有问题。皱眉、瞪眼、黑眼珠时而上挑时而转圈，嘴巴刻意张大念台词，脖子轻轻耸动，这一连串的表情确实是让仪态想到了某位女演员。在剧情设计上也同样经不起细看，男主为了求婚所以用了无人机，结果呢被女主妹妹发现她的男友出轨，真巧呀。女主为了谈合作直接堵厕所，老总还用钱考验女主，然后不仅合作谈成功了，而且还多加了1000万的生意。难不成以后想谈生意得去堵老板卫生间？男主为了保证下属不被辞职，结果自己说离职就瞬间没了工作，这狗屎运也是绝了。不过老实说，这部剧剧情雷的地方是有，倒也不是完全没有看点。比如说30而已的许幻山不放炮改当海王，伪富二代当得一愣一愣的，满满的喜感。就目前的剧情来看，许幻山他是要浪子回头博好感了，翻版顾家又在做烘焙玩圈子。还记得当初被太太圈支配的恐惧感吗？只不过这次的顾家是弱小版，而且他遇到的不是许幻山，而是直男陈养瑜。这样的配置能互相征服吗？抛去剧情，我们说回今天的正题，我们真的要这么粗暴的给刘诗诗扣上演技差的帽子吗？回顾刘诗诗的演艺生涯，她有几个古装角色一直是仪态心中的白月光，比如《仙剑奇侠传3》中的龙葵，蓝衣龙葵温婉柔弱，我见犹怜；红衣龙葵热情如火，眼神锋利；怪侠一枝梅中的叶三娘个性爽朗，英姿飒爽；步步惊心中的马尔泰若曦，后期那种绝望到麻木的感觉，真的很适合恬淡的刘诗诗本人。仪态现在只要一想到刘诗诗，就会不知不觉联想到若曦。之后轩辕剑之天之痕中的踏拔玉儿，聪明果断，重情重义。总的来说，刘诗诗早年那些古装造型几乎就没有踩过雷，各种美。但是与其说是刘诗诗演技好，
不如说是刘诗诗的个人气质与这些角色的性格特点相契合。出生于1987年的刘诗诗是北京舞蹈学院芭蕾舞专业本科班的学生，多年的芭蕾舞经历让刘诗诗拥有了极好的体态，同时芭蕾舞优雅的气质也注入到刘诗诗的个人气质中。她端坐在那里微微一笑，就给人一种安静温柔人淡如菊的气质。这种内秀的个人气质本身就很适合古装扮相，因此呢，刘诗诗在表演这类角色时也比较顺手。但看她最近的2部戏都是现代戏，除了《亲爱的自己》外，2019年上新播出的《如果可以这样爱》也是一部现代戏。普遍来讲，现代戏对演员的考验比古装戏更大。古代背景的故事再怎么天马行空，表演再怎么浮夸过火，都因为我们不生活在那个年代，所以就不在意那么多。但现代戏是以现代生活为背景，我们很容易就能把自己带入进去，产生共情。相反呢，剧中狗血的地方也很容易被发现。如果可以这样爱播出期间，刘诗诗的演技就曾遭到一波质疑。这部剧的剧情相当狗血，用一句话概括就是男主角的老婆和女主角的老公殉情了，而男主角和女主角相爱了。刘诗诗饰演的白考儿与她以往的角色有所差异，敢爱敢恨，还带有一点泼辣。剧中还有她手撕恶婆婆的桥段，这个角色超出了刘诗诗的气质舒适区。以她当时看的时候，就总感觉白考儿那些浓烈的情绪，比如气馁、发火，她是通过面部表情、肢体演出来了，但总感觉差了点什么。只不过因为这部剧积压许久，关注的人本身没有那么多，所以呢，批评的声音不那么响亮。现在这一问题同样存在于《亲爱的自己》。话说回来了，刘诗诗当然有正常发挥的表演，比如一场和女上司因为场人引出的对峙戏，从一开始的假装拥抱到后面距离1米远怒目相对的小细节处理相当细腻。就算说演技垮，也不是全垮。演技被嘲的关键原因还是刘诗诗的付出之作太显眼，大家都在盯着刘诗诗看，但她还是当年那个她。在我看来，与其说刘诗诗付出之战开局不利，不如说曾经的85花们太幸运，每一步都稳准狠，踩在风口上。当年光是一部《仙剑3》就出来3个85大花，他们甚至没来得及反应，就被这股浪推上了一线女星的位置。一看就说85花里的4位，演技在线并比较稳定的就只有赵丽颖了。刘诗诗和唐嫣的巅峰呢，一个是步步，一个是仙剑。刘诗诗只适合演特定类型的角色，唐嫣演技其实挺自然，《锦绣未央》里演的还是不错的，但后来再也没有第一眼见紫萱时的那种惊艳。杨幂从一开始就感觉她的演戏没有了热情，这好像只是她做到麻木的一个工作而已，我都说不上她演技到底好还是不好。或许就像以台前面所说，他们赶上了一个好时代。所以反观90后小花杨紫、谭松韵，包括现在的袁冰妍等，对比85后许多大花，演技好的让人惊讶。仪态说实话，此次与刘诗诗搭戏的朱一龙，既是人气小生，又是演技派，比起常年不营业不拍戏的刘诗诗，业务水平还是好一些。俗话说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在朱一龙的对比下，刘诗诗就有点吃亏了。刘诗诗虽然演技呢不算出神入化，但还是能带入戏的，尤其是哭戏很有共情感。总结来说，姐姐的气质还是更适合古装剧，不太适合现代生活剧。个人觉得，与其往自己不擅长的方向突围，还不如在符合自己气质、自己擅长的领域里默默苦心耕耘，争取演到极致。你们觉得呢？好了，今天的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了。如果喜欢四姨太的视频，就请多多点和关注。四姨太每天都会更新精彩娱乐资讯哦。